美国政客新闻网近日引述五角大楼一份尚未公布的文件草案，炒作称，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工业强国，美国军工业正在吃力地追赶中国的步伐。此外，美英澳三国防长1号与美国硅谷举行会议，讨论在前沿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开发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以加强反潜作战能力等。美军参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2号表示，美国仍在等待中方回应关于恢复两国军方高层交流的请求。美方一边在军事领域频繁设置议程对华施压，一面又希望就此与中方恢复军事对话，是否仍未摆正心态？来看看报道。政客新闻网2号披露了一份标注日期为11月27号的美国国防部国防工业战略草案。报道称，该文件旨在全面审视五角大楼需求，以便挖掘小型科技公司的专业技术，同时为传统军火商的武器弹药研发提供资金和支持。该文件指出，美国有能力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以美国军工业目前的能力，并不能满足全球军事生产的需求，无论是在武器弹药的生产速度还是规模上。文件进一步渲染称，中国在过去30年内崛起，成为造船、关键矿产和微电子领域的全球工业强国，不仅大大超过了美国的生产能力，还超过了美国主要欧洲和亚洲盟国的总和。文件强调，美国军工业正在吃力地追赶中国的步伐，而这种不匹配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战略风险。文件由此呼吁美各方团结起来，集中精力，以确保美军有足够的物资和技术威慑潜在对手。报道还援引部分看过该草案的专家称，文件中并未对困扰美国国防工业的供应链问题提出长期解决方案，令人失望。其实它的根本目的一个就是要钱，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经费去推动这个军火的生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给这个企业方施加压力，就是说那现在到了大竞争时期了，你就得开始扩张了。这个过去的产业的这个政策可能不符合现在的情况了，那么所以说也是给这个企业提醒，再有一点呢，就是给国会提醒，就是说要求国会对产业政策可能做一些调整，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个陆续我们都会看到后续的动作。据报道，这份国防工业战略预计将由美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拉普兰特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发布。拉普兰特3号在美国加州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该战略将作为与军工业界伙伴合作的指导原则来执行。他强调，企业要想扩大产能，就需要美国国防部明确未来的采购需求，以便他们投资新工厂和研发方向。Number one, we in the government have to show them that we're committed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it in a sustained manner, even with funding. We hav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s together.about what you're putting in for CapEx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hen put in. We have to show that we're going to do production and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it. We're not just going to take it to a prototype, and so it's worth your while. 外界注意到，明里暗里将中国渲染成所谓主要挑战和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且愈发有能力这样做的竞争者，借此争取资金支持，是五角大楼的惯常做法。面对美军方的炒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此前曾回应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国军队的发展目的是遏制战争威胁，保卫自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既正当合法又合理适度。在渲染中国军力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的同时，美国也正力争在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的速度和反应能力。当地时间1号，美、英、澳3国防长在美国加州召开会议，就进一步推进奥库斯合作进行讨论。3国宣布将在深空雷达、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系统等前沿科技领域推进合作，以增强各自武装力量，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威胁。针对所谓海上威胁，3国防长当天还宣布启动一项无人海上防御系统联合实验计划。
根据计划，美海军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处理美英澳水下设备收集的声纳数据，加强反潜作战能力。据一名美国高级安全官员透露，该算法还将用于处理和共享 P8A 反潜巡逻机搜集到的大量数据。彭博社报道指，这项技术将让美英澳更快更准地追踪中国潜艇。而美方不断设置议程施压中国，被外界认为是为了在恢复后的中美军事对话中寻求某种优势。美军参联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2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就强调，美国仍在等待中方回应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的请求，并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The opportunity to have dialogue, whether it'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r with our adversaries, are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with our adversaries, it's to prevent miscalculation. 布朗强调，展示军力正是为了确保和平。美军已为一切情况做好了准备，但也在努力避免冲突发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1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上月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沟通协调。吴谦强调，中方重视中美两军关系，中国军队愿与美方一道，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为美国很重视这种就是说军事上的沟通，他在过去就中美关系比较差的时候也一直在提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美国方面对这个比较热切，但是毕竟动作方面也没有这么快。在就是说双方没有就其他的这个更大的战略问题产生新的分歧之前呢，我觉得还是会按照中美峰会的定下来的基调去走。只不过呢，双方可能存在时间差。有观察指，在中方就两军沟通释放诚意和善意之际，美方却仍在频繁就军力等议题进行议程设置、对华施压，还将沟通受阻的锅继续往中国身上甩。这种边干坏事边扮傻装委屈的套路，中国早就看透了。事实上，国防部发言人已多次重申，沟通不能没有原则，对话不能没有底线。美方指望一边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末出席加州里根防务论坛，无端指责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威胁，扬言绝不能让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赶上美国。那么，雷蒙多为何此时再放狠话？这是雷蒙多，他作为美国商务部长首次参加以美国前总统里根命名举行的防务论坛。那么作为论坛的新人，雷蒙多确实是狠话不断，可谓是火力全开。里根防务论坛是美国本土举办的最大型，也是官员出席层级最高的年度战略安全与防务政策会之一。那么美国防长奥斯汀就是上周六论坛的主旨发言者，那么这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演讲安排。但是呢，美国商务部长也来凑防务论坛的热闹，我想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已经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那么它所印证强化的，也正是美国政府大力推进的所谓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化、武器化的这种大的趋势，美国经济与安全防务政策愈加融合重叠的这种大趋势。用美国防务新闻的观察，那就是商务部与国防部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管理职能重叠。那么这实际上也正是近来美国舆论场上的一个热议的议程。从去年一本名为《芯片战》的行业书籍热销，乃至破圈形成所谓的话题效应，到4个多月前《纽约时报》刊发长文揭秘商务部直属13个局之一的这个工业安全局，它的标题直呼工业安全局是负责牵头推进的对华芯片封锁行动，这是所谓的战争行径 ，an act of war。美报就断言说，工业安全局它处在美国对华芯片战的最前沿，而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战工具就是所谓持续扩大升级、大搞封堵遏制的实体清单。那么，主管该局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叫博尔曼，他就声称，我们把100%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另外100%的时间花在中国上，还有100%的时间花在所谓的其他事务上。所以啊，雷蒙多才会在里根防务论坛的这个讲话中强调说，我可能是第一位到会论坛的美国商务部长，但是呢，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位。了解到这些个背景，我们才会对雷蒙多为何此时再放狠话有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与评估。那在您看来，雷蒙多此时再放狠话的盘算有哪些呢？对中美经贸关系会有实质影响吗？雷蒙多他的一个首要目标当然就是要钱，要为前面提到的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来追加预算，向媒体喊话3个100%的时间。他的潜台词很清楚，那就是呢，在所谓芯片战的领域，工业安全局是1个人在干3个人的活。雷蒙多讲话呢也是这个路数，他说工业安全局的350人的编制，1年2亿美元的预算，不过是美军几架战机的投入。那么如果芯片战、科技战是认真的，那就得加码给钱，才能够扩员增人，多拉清单。五角大楼预算规模是全球第一，既然商务部也越来越深度的切入到所谓的安全领域，它是不是也要分防务安全预算的一杯羹呢？但是这又会不会引爆和五角大楼的矛盾纷争呢？事实上，要钱是本届论坛的一个最大主题。五角大楼官员也在大喊收紧。美军的空军作战部长肯达尔在出席论坛分组讨论时呢，就公开吐槽，因为2024年新防务预算卡在国会山，空军的多个核心武备项目，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研发、伴飞协同 F-35战机作战的无人机 CCI 项目等等，现在呢都已经推进缓慢。肯达尔就警告说，不能够再浪费时间了。他当然也是拿中国作为标靶，声称这些都是所谓军纪经营中方的必杀技。那么这和雷蒙多大谈所谓中方最大安全威胁，这呢是一个路数。雷蒙多他的另一个目标当然是就美方所谓芯片围堵战略来再喊话、再确认。很显然，华为最新手机产品的发布对他呢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刺激。此前，雷蒙多在国会听证时就声称说对此感到沮丧，而在这次论坛和主持人对谈时呢，雷蒙多再度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华为突破性的手机就是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发布的。雷蒙多说的再直白不过，高端芯片以及人工智能，这就是美方认定的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美方小院高墙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松动，而且呢，他也警告，唯独遏制如果只是美方一国的行径，那么没有盟友伙伴的配合，还是会破功。所以啊，美方对外裹挟施压还将会延续。从时间背景来看，2024已经触手可及了，美国大选年也将正式揭幕。不难预见，在选举政治攻击抹黑的权力扭曲场中，涉华议题它的危险操弄将会变本加厉，越发没有底线。在我看来，里根防务论坛的各种涉华噪音就是一个强力的预警。